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离婚2年后，回看赵丽颖与冯绍峰的较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赵丽颖的31岁生日的那天，赵丽颖和冯绍峰同时官宣，他们结婚了。他们2人赚了1年多的绯闻，从来没公开过一次，没想到第一次公开就直接甩结婚证。一直以来，这对夫妇都是娱乐圈最令人瞩目的那一对。结果3年后，一句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草草结束了他们为期3年的婚姻。那离婚2年后，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处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不为过吧。曾经的冯女郎，赵丽颖在圈内的地位有多高？一句顶流来形容绝不过分。她出演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高收视率的作品，尤其是在2016年，赵丽颖几乎占据了电视剧的半壁江山。那年她出演的《青云志》《胭脂》和《老九门》等，都是火爆一时的电视剧。她的事业也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进入瓶颈期，而是如日中天，一直都是上升的趋势。但你可能不知道，赵丽颖曾经是冯女郎吧？而冯小刚之所以能发现赵丽颖，是因为一个选秀节目。赵丽颖是农村人，没有上大学，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学空乘。结果等到她毕业的时候，空姐的门槛变成了大专。赵丽颖没钱继续念大学，所以只能下社会就业。后来当赵丽颖又去了一个公司做文员，因为长得好看，所以才被老板录用。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她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如何在网上冲浪。一次偶然，赵丽颖意外看到了网上一个叫做雅虎搜星的比赛，她对此很感兴趣，于是报了名参加。而正是因为这个节目，冯小刚才能发现赵丽颖。此次节目的目的就是在一群业余选手中选出前3名，然后让他们加入到各自导演的创作团队，最后还能跟电影公司签约。为让节目更有说服力，导演组还特地请到了著名导演冯小刚。当时甜美可爱、皮肤白皙的赵丽颖一眼就被冯导选中了，而赵丽颖也不负所望，成为了那个节目的冠军。但是刚当演员的那会儿，赵丽颖过得并不好。她说，其实那会儿拍戏拿的钱不多，就2-3千块钱。但无论什么角色，赵丽颖总是竭尽所能诠释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只能靠题海战术，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如果去看一下早些年的电视剧，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剧中都有赵丽颖在跑龙套的身影。不过赵丽颖用实力告诉别人，什么叫不靠背景也能当女1号。花千骨、尹新月、胭脂、楚乔、明兰，这一个个角色让赵丽颖演绎得无比精彩。还有让赵丽颖成功转型的《幸福到万家》和《花开半夏》。赵丽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收视率极高的优质剧，每一部单拎出来的年度排名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富家子弟，绯闻不断。与家境贫寒的赵丽颖不同，冯绍峰从小家境优渥，是个富2代。他的母亲告诉他，即便你在娱乐圈混不出个名堂，也可以回来继承家业。因为冯绍峰从来不会觉得缺什么，所以他对事情的看法就是无所谓，感情也是这样。冯绍峰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在大学时跟自己的师妹谈过1年多的恋爱，后来因为观念不合和平分手。而因戏生情的戏码，在这位公子哥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冯绍峰在跟胡杏儿拍连续剧的时候，曾当众坦言对女方有好感。此时恰逢胡杏儿与男友黄宗泽闹别扭，因此2人间的这段感情被媒体添油加醋地描述成冯绍峰要从黄宗泽手里抢走胡杏儿。
不过后来冯绍峰并没有抢过黄宗泽，因为黄宗泽的花言巧语、油嘴滑舌，又成功的将胡杏骗了回去。至此，黄宗泽和胡杏儿还是旧情复燃了。后来跟霍思燕拍连续剧的时候，又跟霍思燕炒作恋情。这段绯闻当时登上了各大杂志的头条，不过很快就无疾而终了。之后，冯绍峰又接了一部剧叫《锁清秋》，当时冯绍峰是这部剧的男主角，女主角是安以轩。令人意外的是，赵丽颖也在这部剧里，只是没有经验、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赵丽颖只能演一个丫鬟。也许赵丽颖和冯绍峰都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的另一半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当时，安以轩对赵丽颖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赵丽颖经常会找安以轩请教演技，两个人经常会聊到很晚。后来赵丽颖成名之后，安以轩也把这段故事讲了出来。所以赵丽颖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农村女孩是如何在娱乐圈走得四平八稳的？靠着坚持不懈的毅力。而冯绍峰一开始仅仅是因为一些绯闻走进大众的视线，直到他演了《宫锁心玉》，才收获了一大批认可他演戏的粉丝。当时冯绍峰和杨幂的关系也是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但两个人一致对外宣称彼此只是好朋友。后来，冯绍峰又认识了某女郎倪妮。2012年，两个人牵手的照片被网友拍到。在所有的人都以为冯绍峰会打一个马虎眼儿，将这段感情搪塞过去的时候，冯绍峰却选择了公开，这也是他首次公开女友。冯绍峰就像有一种魔力，只要是跟他拍过剧的女明星，或多或少都会跟他产生绯闻。据说，冯绍峰和郭碧婷合作《那片星空那片海》的时候，两个人在一间房3天3夜都没有出门。时有狗子守在冯绍峰和郭碧婷住所的楼下，3天3夜也不见他们下楼，反倒是看见了冯绍峰的父母给冯绍峰、郭碧婷送饭，两人因戏结缘。有人说赵丽颖用了10年的努力，终于可以站在冯绍峰的对面，跟他搭对手戏。这部剧就是《西游记之女儿国》。赵丽颖和冯绍峰虽然曾在同一部剧中出现过，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集，毕竟丫鬟怎么可能跟男1号有对手戏呢？而赵丽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站在了冯绍峰的面前。历史再一次上演，传说中那股神奇的魔力又开始了。只要是跟冯绍峰拍过剧的女主角，都会跟冯绍峰产生绯闻，就连赵丽颖也不例外。有网友说，自己看到了冯绍峰、赵丽颖手牵手一起吃饭。在拍《知否》的时候，两个人的绯闻再一次达到了最高峰，二搭男女主角总是让人又惊又喜。当时的赵丽颖还是单身状态，但却有好多人说赵丽颖未婚先孕，而孩子的父亲就是冯绍峰。听到了这种谣言，赵丽颖的粉丝都非常的生气，他们觉得狗子太过分了，不应该对于一个未婚女孩出此恶言。当时赵丽颖还发了一张 P 叉的照片安慰粉丝，说自己不知道说什么了，就 P 个叉给大家看吧。不过在10月份赵丽颖过生日的时候，两人官宣了，冯绍峰和赵丽颖同时晒出了结婚证，这操作着实让一些粉丝目瞪口呆。虽然他们的绯闻已经转了1年多，但是谁也没有想过两个人第一次公开就上干货，直接甩出了结婚证。因为冯绍峰之前的绯闻太多，遍地都是绯闻女友，所以赵丽颖的某些粉丝愤愤不平，觉得冯绍峰配不上赵丽颖。而冯绍峰的粉丝又找出赵丽颖家境不好又不是科班出身的例子。在那段时间，经常会看到两家粉丝在对骂，但赵丽颖和冯绍峰却丝毫不管外界的评价，他们就关起家门来认认真真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以说，
他们这对情侣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中最受人瞩目的一对情侣了。因为赵丽颖的发展如日中天，算作一个女顶流丝毫不过分。而冯绍峰是火了很多年，两个人的结合着实属于强强联手了。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较量，而这段令人瞩目的感情却仅仅存活了3年。遗憾的是，冯绍峰甚至都没有给赵丽颖一个婚礼，两个人就这样离了婚。当时冯绍峰跟赵丽颖结婚1周年的时候，参加了综艺节目《奇遇人生》，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在综艺节目上谈论自己的婚姻状况。冯绍峰说自己也不太清楚赵丽颖跟自己结婚之因为真爱，还是只是为了完成恋爱结婚的任务。很难想象到这是出自一个海王之口。其实冯绍峰能问出这种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赵丽颖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她看起来柔柔弱弱，天真可爱，但其实她骨子里的那种倔强和坚韧是很难学来的。冯绍峰曾经讲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说他自己在拍戏的时候压力很大，回家会忍不住痛哭，然后赵丽颖就抱着孩子静静地看着他哭。不是因为赵丽颖没有同情心，而是因为她知道冯绍峰所经历的事情，自己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根本就不算什么。就连于正都说，赵丽颖绝对不是楚楚可怜的女孩，她是火爆脾气的。更何况，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姑娘，在这错综复杂的娱乐圈想混出个名堂，怎么可能没有点狠劲？所以在其他女演员因为离婚备受打击一蹶不振的时候，赵丽颖乘胜追击，将自己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王。赵丽颖的事业从来没有落下，还在离婚后出演了好几部爆剧。这就是赵丽颖的风格，快刀斩乱麻，不畏将来，不念过去，处理事情极其洒脱。离婚后的冯绍峰跟赵丽颖相比就稍稍逊色了，近几年也没有较好的作品拿得出手。而本身冯绍峰他的事业心就不是那么强，因为毕竟有10多亿的家产等着他回去继承，所以即便在娱乐圈没有混得很好，也不用担心吃不起饭的问题。家庭条件好确实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有的时候却可能成为成功路上的束缚。正是因为你有退路，你才会停滞不前。然而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伞也没有鞋，只能赤足奔跑。冯绍峰属于前者，而赵丽颖属于后者，所以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下长大，有着不同的三观，有着不同的进取心，所以分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结语：赵丽颖已不再年轻，但是她敢于正面自己的衰老，敢于正面自己的年龄，转型成功，挑起了现实剧和正剧的大梁。无论是从如今的工作照，还是出席活动的照片来看，赵丽颖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反观冯绍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身材和状态都呈下滑状态，播了几部剧，但反响平平。可以说，他跟赵丽颖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吧。